我觉得我昨天那一集不知道在赶什么，而且手势好多哦，好像在演布袋戏一样。那睡了一觉之后，今天早上起来，我不谈 AI，我谈比较回归到酒方面的东西，然后我试着讲的比较慢。填土之道有道理，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。对不起，我早上起来才刚刚刷牙洗脸而已，所以看起来精神有点不好。后面的话没有把它打开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哈。今天就讲一点比较，也是有知识性，但是比较轻松，比较回归到我以前讲话的方式。人生太急不好了，因为你急1秒钟还是1秒钟，你不急1秒钟还是1秒钟，对不对？非洲每过60秒就是1分钟哦，台湾也是，所以我们何必赶呢？对不对？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呢，其实在片头，在各位朋友们点开的时候可以注意看。那因为我没有在做后制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看可能会来不及，没关系，等到这个影片结束之后，你再回去看一下片头。我最主要是要提到说，有关于酒在食物里面的运用。注意哦，我讲的不是说，不是说我们要餐酒搭配，我讲的是酒在食物里面的运用。简单讲，就是把酒当作配料来使用，在烹饪料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加入某些酒，可以让它更好吃。先讲一个台湾最简单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所谓的3杯鸡。3杯鸡哪3杯？这个各位去查哈，这个。但是它最重要的是，基本上如果比较正统的餐厅，它会有一个小的砂锅，然后炒完了，在砂锅里面炒完3杯鸡啊、3杯鱿鱼啊、3杯 whatever 啊，它炒完了之后呢，最后盖上盖子的时候，比较讲究的店家会用米酒在沿着那个锅子的边缘、内侧的边缘，就是在锅盖旁边呢，淋上一层那个。淋上一圈这个米酒，让米酒从旁边这样蒸下去，不是蒸下去，从下面这样锅边这样渗下去。渗下去的时候呢，它会在里面跟这个，因为里面温度还很高嘛，毕竟是陶锅嘛，会在里面产生蒸汽啊，会产生酒的，酒精某部分会挥发掉，但是很大一部分酒精其实还会融合在这个食物里面。而且因为是高温，所以等它端上桌的时候，打开是香气扑鼻啊。有关用酒来的料理呢，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把酒放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料理本身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烫，就是温度要高。它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把大部分的酒精给蒸发掉，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酒精，我们要的是酒精里面的东西。当然有一点酒精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比方讲，我们吃姜母鸭或者是吃烧酒鸡这些东西，但是那些料理里面酒已经算是主体之一了，它不是额外加的调味料，所以它里面酒精再怎么煮还是比较浓。可是像3杯鸡这种酒，或者是我们煮任何料理，最后加一点米酒，那个目的并不是要让这个物体有酒的味道，而是说酒是可以增加少量的酒可以增加它的风味。那这个酒精大部分是散发掉的，会留酒里面原来有的物质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酒里面原来有的物质越多的话呢，除了酒精之外，这酒的物质越多，可以让料理的味道更丰富。掌握住这个原则呢，你就会知道说，用日本的纯米酒跟台湾的这个米酒头，当然是纯米酒会比较好，因为纯米在酿造过程中有很多物质在里面，
可是纯米酒呢，台湾的纯米酒其实比较有一点点像烧酎、米烧酎那种感觉。那经过蒸馏之后呢，它当然里面的东西会比较少，最主要是以酒精和米为主了，和水为主了。那我把题目拉回来，就是说，除了三杯鸡这种我们加了这个米酒，让它去味道更丰富之外，包含国外在制作这个料理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加。你看他们那些国外的主厨也说，现在加一点 wine， 他没有跟你讲哪一种 wine， 他可能跟你讲加一点白酒，加一点红酒。基本上各位朋友们只要知道说，他们所谓的白酒或红酒呢，都是很基本款的那种东西，不会去加很贵的红酒，不会加很贵的白酒。不会去加很甜的红酒，不会去加一样很甜或是已经没有什么味道的这种红酒，不会的。所以你去超商买的时候，只要掌握住这个原则，买普通的白酒、普通的红酒就好，不需要甜，就是一般的酒就好。那回到台湾本身的话呢，就是说。其实我们除了在加这个米酒，或者是加一般的，你如果等级比较高的，你要加到日本酒的话，日本清酒的话也可以。我前一阵子在某一间牛肉面店呢，就看到他桌上摆了除了米酒之后，还摆了一罐大吟酿。我那时候吓一跳，我想说摆大吟酿，注意不是纯米大吟酿，是大吟酿，就是有加入酿造用酒精的大吟酿。我当然吓一跳，另外一个是我觉得现在有餐厅竟然开始要用大吟酿来做菜，我会觉得有点浪费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欣喜啊，就是觉得说，这一间店一定不错，它有用比较丰富、比米酒等级还高的东西来加。但是他跟我讲说，那一瓶酒是人家朋友送的，喝完了他觉得瓶子漂漂亮亮的，就把它摆在那个就是他的琉璃台那边，就是在操作煮面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并不是拿那个来加的，所以我那时候跟老板讲说因为我们就邻居嘛，我下次拿那个喝剩下的一些山肺啊、生源啊，或者单纯的纯米酒这些东西，它本身的那个里面的物质比较多的，我说拿给你，你可以拿来作为提味之用，真的可以拿来提味之用。特别是你的面刚煮上来还热腾腾的时候，你可以淋一点点在上面，把面稍微搅一下。那样子的味道会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保证没有人会吃出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会觉得特别好吃。不用多，因为你并不是在做烧酒鸡，你不是在做麻油鸡，你只是要去做提味而已。所以淋上去之后，在上面面要稍微再拌一下，那个是很重要，因为你要让这个酒是沉在底下，然后借由里面的汤的温度把它酒给散开，然后让酒的气味可以跑掉，但是留下酒的好的部分在里面。海豚官讲谢谢啊，我说这个也没什么啦，因为反正我现在酒很多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喝不完，万一哪天挂了，这个留一堆酒，其实这不是我要的。那回过头来就是说，前阵子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有聊到说，这是我的职业病哦。我看到一些东西，我就会想要说，食物的东西，我就会想要说，这个我今天要喝什么酒，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食物增加它的味道的层次感？那味道的层次感这种东西，就我之前也在美味的定义里面有提过，一个食物如果它有层次感，味道有层次感，不是很单一的话呢，它是另外一种美味的呈现。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说我们要吃原味，单纯就只有这个东西的味道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，因为你单纯要吃这个东西的味道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，一个成熟的芒果，你把它切开之后，你还会在上面撒什么甘草粉吗？会撒一些什么盐吗？不会嘛，你大概就直接就吃了。那西瓜的话，因为很甜，我们可能会撒一点点盐。那最主要目的是要去衬托出那个甜味。那芭乐也是一样，芭乐单吃也很好吃。你如果撒上一点甘草，那味道会不一样啊。番茄单吃也是可以，但是有些人会把它
南部人会用姜啊酱油去做调味，就是沾酱，或者是北部人可能加一点甘草粉或什么的，那都是可以的，就是随着你本身食物本身的风味，然后去做调味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但是我们一般的烹饪的食物呢，端上来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有些食物端上来，你就会觉得它好吃，但是它好像还可以更好吃。那好像还更好吃，通常是什么？通常就是它少了什么味道，或是它的味道让你觉得它的层次感是不够的，不够立体，会让你觉得好像可以吃，可是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的好吃。不会不好吃，但是就是说会不会让你再来吃，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考量。所以我每次特别是便利商店，如果说我买了那种微波的食品回来之后，因为他要考虑到的是普罗大众的需求，所以他不会做很特殊的调味。我的意思是说很强烈的调味，比方讲麻辣锅，它辣度就是一定的限制而已。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，遇到像这样子的料理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办法想说，我应该不是除了喝酒之外，我会想说怎么去让它这个味道有一个层次感。这边我举2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煮咖喱的时候，咖喱通常我们要放1天嘛，你咖喱煮的过程中呢，不是煮完了，煮的过程中，你如果加入看你的锅子的大小，可能加入1/3或半瓶的红葡萄酒，不要甜的，就是单纯的红葡萄酒就好了。然后加进去搅一搅，用火去滚一滚，然后煮完放冷了之后放到冰箱，你第2天再来吃，那个咖喱的味道就会有一个层次感跑出来。各位一定要记住哦，特别是如果你有在露营的话，你在煮个咖喱那个东西，然后特别在冬天天寒地冻，咖喱就放在外面，那你煮的时候有放红酒的话，到第2天你会觉得那个咖喱的味道是有一个层次感出来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好，这是我们在酒友在露营的时候，少数的酒友在露营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。那第2个就是我讲一个比较，我前阵子发现，其实我发现很多料理都可以，很多微波料理都可以这样做。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这一阵子有去 7-Eleven 去买它的冷冻食品，冷冻哦，不是那个外面的冷藏那一块部分哦，是后面冰箱那边呢，它有一个所谓的港式酱料，港式什么什么酱的牛肉，我放在看头。那个东西呢，它是用香港式的不是酱牛肉酱，反正它可能有放 Worcester sauce 那种东西去做出来的那种牛肉烩饭，但是它上面写一个酱汁的酱哈。你去买那个回来之后微波，你可以2种做法。第一个是微波前你把它稍微打开一个洞，然后你倒入什么？倒入 whisky， 好，任何的 whisky 都可以倒进去，最好是用苏格兰的 whisky 啊，不用多，倒一些进去就好，可能就是了不起5cc 吧，倒进去，然后稍微混一下，再把它盖起来，然后拿去微波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在微波的过程中，它会把那个水汽给蒸发掉嘛。那个 whisky 本身里面的那些物质，就会让这个整个酱牛肉带有一个 double layer， 真的很好吃。拿起来之后，你要再就是等到上桌之后，你还要再搅一下。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嫌麻烦，会觉得酒这样好像有点浪费的话，那你可以在微波完这个东西之后拿出来，然后再把酒再倒进去，这是第2种方法。倒进去之后也是要搅一搅，可是这样子的那个酒的味道会比较重，因为它毕竟不是经过微波嘛。那请各位相信我，那个酱的什么什么牛肉，那个香港酱什么的，你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，那个吃起来如果你是喜欢喝 whisky 的，你会觉得这个牛肉非常好吃，因为它有淡淡的 whisky 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 whisky 跟这个牛肉汁其实是很搭的，组合起来非常搭的。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素食饭盒。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去 7 那边买一些青菜，比方讲那个萝卜笋啊、小萝卜啊，
然后这个加热之后放在上面的话，它就是色香味俱全，有饭有肉有肉汁有蔬菜啊，这样吃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餐。那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我常常在做的，所以我的在厨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味料，辣椒啊，有些东西不够辣，我会加一点辣在里面；有些东西不够咸，我会加一点点很好的酱油在里面；有些东西不够酸，我会加一点白醋，然后去搅一搅之后，往往这一碗提升起来的风味就变得很不一样，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只有在吃千篇一律的微波食品而已。其实酒除了拿来喝之外，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用途啊，烹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因为对老外来讲，其实我说西方人，其实葡萄酒既然是喝的，当然也有拿来做菜用的。这两个没有说特别拿来做菜的，我就把它酿得很差；特别拿来喝的，我就酿得很好，不一定哦。就是一般你喝剩下的酒，不要丢掉留着，然后可以再用，在必要时候可以拿来用。那我刚刚已经提示过了，不要太甜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在加热过程中，最好是在料理还有火在这边加热的时候就把酒加进去，这样酒跟那个食材的融合性会更好。那特别有些东西可能稍微再放一下，那个东西会呈现出整个料理的一个层次感，好，那就像堆积木一样，但是不要过头了，不要把它放的太多，太多的话喧宾夺主。你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酒，你可以煮完之后再把同样的酒拿起来喝，这个时候就相得益彰。我讲就是这样而已。好啦，填土之道有道理，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。拜拜。